50岁之前，他被誉为比肩牛顿的顶级科学家。50岁之后，他却开始专注于神学研究，并且自称获得了穿越灵界的能力。最离奇的是，他穿越灵界的能力竟然还得到了瑞典女王的证实。科学家史威登堡为何会成为灵界代言人？他到底发现了什么？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根据瑞典官方的说明，史威斯登堡算得上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博学的科学家之一。在不少欧洲人眼里，史威斯登堡的名誉甚至高过了亚里士多德、达尔文等人。那么，史威登堡博学到什么地步呢？史威登堡出生于17世纪末尾，在他生命的前30年，他都在专注于科学事业的研究。于是，天赋超群的他很快在物理学、矿物学、经济学、医学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著作更是出了一本又一本，总数量更是达到了150本。要知道，当时的时代虽然还算不上什么大数据时代，但科学发展的速度也可以称得上是日新月异，能够全面掌握当时的知识还真是不容易。更何况史威登堡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遗传物质。如今的人们哪怕不了解任何的医学知识，但肯定也对 DNA 这个说法有所了解。因此，借助这些成就，在临近40岁的时候，史威登堡就成了能够堪比牛顿的科学家。按道理来说，一般的科学家在得到此等名誉之后，基本上就会珍惜自己的羽毛，尽可能的躲在自己的舒适区继续研究，而不去涉及自己不大了解的领域。可史威登堡偏偏是个古怪的人，他对自己的科学发现一点都不满意，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只是解决了一些科学上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而在史威登堡看来，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神学问题，也就是他想弄明白上帝想要借助圣经传递给人类的信息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在18世纪之前，关于圣经的解释已经层出不穷了，但史威登堡并不认可这些解释，原因很简单，如果这些解释真的说透了圣经，那么人类为何对自己的生活还有如此诸多的疑惑？于是秉持着这一念头，1745年，史威登堡正式成了灵异科学的追随者。他下定决心，想要找出圣经想要传达出的根本意义。为了让上帝看到自己的诚意，1747年，史威登堡果断拒绝了瑞典科学院的挽留，直接从所里退休，一心一意地开始了自己的神学工作。然而，这一工作远非史威登堡想象的那么简单。最初的2年，他只是四处的观察人们对于圣经的反应，直到1749年才开始进行写作。1756年，经过多年的沉淀，史威登堡出版了8大册的《灵界记闻录》。在这几本书中，他详细的写下了自己与天使交往的场景。灵界真的存在吗？比肩牛顿的科学家史威登堡亲身穿越灵界，晚年竟然转入神学研究。他还自称曾与天使对话，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科学的尽头真的是神学吗？根据史威登堡的记载，自己在还未信奉宗教的时候就拥有了进入灵界的能力。1745年，年近60的史威登堡正在伦敦街头的一家老餐馆吃饭，当时正值正午，洒下来的太阳光线让史威登堡感到十分舒适。可这舒适的感觉还没几秒，史威登堡就感受到周边的光线突然暗了下来，紧接着一个长得像精灵模样的人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此时史威登堡还没有想明白这精灵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浑身都有点毛骨悚然的意味。等到晚上工作完后，精灵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整个世界再次暗淡下来。这一次史威登堡听懂了精灵的语言，原来精灵认为在人类与上帝之间还是需要一个中介，而这个中介正是史威登堡。按道理来说，受神的感召开始信奉宗教，史威登堡应该会在宗教界大放光彩。然而神就好像跟他开玩笑似的，在一次与天使对话之后，史威登堡称自己有足足2年的时间未能再次进入灵界。转眼间到了1759年，史威登堡受邀来到瑞典一个富豪家中吃晚饭。吃着吃着，史威登堡就开始变得不对劲起来，他的脸色苍白，浑身开始不停地颤抖，他又非常固执地往花园的方向走去。当时在场的众人都以为这科学家年老不中用了，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病症。可没想到3分钟后，史威登堡就恢复了正常，并且告诉众人，离自己英国家中不远的地方3天后会发生一起火灾，并且他看到大火蔓延得非常厉害。史威登堡有些担心自己阐释圣经的手稿被烧毁，本想回家一趟，但没想到神已经帮了自己一把，让火势在离自家3步之遥的位置停止了。听完他的这些话，在场的人都懵了，毕竟在当时的时代可没有什么及时的通讯设备。可史威登堡的这些话又如此的真实，似乎这位科学家也没必要特意编个故事给大家听。秉持着怀疑的态度，众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市长。市长
长找到了史威登堡，并要求他写出一份详细的大火报告以及灭火的情况。结果没想到，第3天的时候，史威登堡家附近还真发生了一起超严重的火灾。这件事一经流传出去，整个瑞典的人都觉得史威登堡拥有了透视眼这类的超能力。然而，面对群众的吹嘘，史威登堡却只说自己只是受到了神的指示，神邀请自己前往了一趟灵界，因而他知晓了这些事。本来关于史威登堡可能有超能力这件事情，群众已经是非常震惊了。结果没想到，这人的超能力其实是在灵界穿梭自如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民众就更好奇了。于是，当时瑞典的女王还专门邀请史威登堡进皇宫做一次试验。那么，这次试验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呢？他是史上可信度最高的通灵者，50岁之前是欧洲顶级科学家，50岁后潜心研究神学。最离谱的是，他的穿越能力竟然通过了瑞典女王的考验，这是怎么回事呢？1759年，史威登堡提前3天预测了一场火灾，此事震惊了整个瑞典，因而瑞典女王特意邀请他前往皇宫做一次试验，看看他是否真的有出入灵界的能力。刚一见到史威登堡，女王就问他是否认识一个人。史威登堡说自己不大清楚。女王接着说道，这个人前不久刚去世，托人带了一封先前写给自己的书信，这封书信的内容没有公开过，想让史威登堡去灵界问问这封书信的内容是什么。史威登堡了解情况之下，稍微闭眼了片刻，随后他就面不改色的拿起钢笔在纸上开始写。没过多久，史威登堡就写完了。女王稍微看了一眼之后，就发现他所写的内容和书信上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还没等女王反应过来，史威登堡就声称自己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将灵魂弹出肉体去往灵界。听到这儿，女王自己都要吓出了魂魄，连忙制止了史威登堡的想法。不过经过这一次的试验之后，史威登堡能够出入灵界的事情基本上是坐实了，人们也逐渐开始相信这位科学家或许在神学领域也会有着非同寻常的造诣，也就开始相信他对圣经的解读。但史威登堡却对自己的超能力不以为然，他通过解读圣经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那就是古时候的人是可以直接与神对话的。现代人是因为丧失了与神对话的本领，才误以为人是不可以与神对话的。换言之，史威登堡以为自己不过是延续了古人的传统，并不能算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但他能做的或许就是更多的去为现代人解答疑惑，让更多的人都可以拥有与神对话的本领。当然，在解读圣经的过程中，史威登堡还是利用了自己的物理学知识，比如说在关于上帝是如何造人的这一说法上，史威登堡以为上帝其实就是利用物质造的人，而之所以以人的模样会是如此，那也是因为人的模样其实就是上帝的模样。上帝害怕人被造出来之后被魔鬼诱惑，因此就用自己的模样造出了人。既然存在着魔鬼，那么相应的也就存在着天使。史威登堡提醒到，虽然大部分的人已经无法通过肉眼看到天使了，但天使其实就住在离我们不远的灵界，因此切不可作恶，不然的话，哪怕你再拥有上帝的容貌，也会被魔鬼带走，天使也不会来救赎你的。不得不说，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在生命的最后总是会走向神学，但像史威登堡这类自称有超能力的人还是少见。或许史威登堡并不曾有过超能力，预示他的天使不过是他的幻想。毕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天才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